超级超好看。哎，你等下怎么回去？我们搭车回去。好，差不多了。好，拜拜。回去小心哦，拜拜。哎，小蜜，我叫 Uber 哦。晚上。我找一下，来叫一个最便宜的小黄。你的 Uber 要多久到？大概在5分钟吧。我跟你讲，再快也没有阿唐哥那个刚刚那个喷射机快啦！我跟你讲，阿唐哥的衣服脱下来全身的肌肉啊，他为什么这个年纪还这样子啦？多久到嘛？这不是重点。哎，讲到阿唐哥，你不觉得万佛改车去那姚大长得超像阿唐哥的吗？超有质感。哎，你干嘛？睡觉了。你肚子痛了？是要生了吗？怎么办？这Uber怎么还没来啦？吼！怎么办？这Uber怎么还没来啦？我刘海有没有歪掉啦？怎么办？怎么办啦？这Uber怎么还没来啦？好有小蜜，还是怎么办？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救命啊！小蜜在这一下了，这是完美啦！再1分钟好不好？来60，来59。到了，你可以走吗？回去。大家好，欢迎回到沙发财的频道，我是 Bruce， 他是阿德比，很高兴又能在这边跟大家见面。虽然说这个频道有点久没有更新了，但一更新呢，就是拍我最爱的创作。大家有没有看到片尾？是 Sony sponsor， 很高兴 Sony 终于感受得到我的爱了。整支片子呢，都是用 Sony 的镜头跟机身去完成的。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聊聊我整个创作的过程。在介绍之前呢，我要先感谢姚大。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的第一支 A7A3 夜光之神，那时候就是跟姚大合作。当跟 Sony 接洽的时候呢，我第一个想法想到他，我就想要有 Sony 赞助的时候，一样在找姚大来致敬前一支。夜光之神的感觉，也刚好在这个期间，姚大把他的大黄蜂真的改成黄色，又刚好知道近期咪菲是属于怀孕的状态，所以就想说来拍摄一支这种车拍跟孕妇就是双重的紧张感结合在一起。实际的成品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次真的超级感谢那一天意气相挺的 YouTuber 们。他看一下，因为那个只会用1秒而已。没来，怎么还没来？好，来啊 ，OK 啊，来啊，不舒服。这一次呢，整支影片我是用 A7A3 搭配3颗 GM 镜头去完成的。那主要是有12-24、35定焦跟24-70代这样。在这边想要跟大家聊一下车拍的一些技巧。对我来说呢，速度感是相对的。速度感这个东西呢，就是快慢去产生的，听起来好像是一件很智障的事情，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相对的逻辑。大家可以看这个画面，两台车如果时速都是120，那根本就看不出那个速度感到底是快或慢。好，姚大这边可以超过我。好 ，OK 吗？好，我觉得可以。我们常在拍的时候，我就会用无线电跟被拍摄的车子说，它只要定速50或60。然后我们摄影车加速或减速，就能营造出速度感。好，这样再慢下来，你这样再慢下来，慢下来。除此之外呢，我还会分成3个部分来讲解。那第一个呢，我觉得会是选景，因为就像刚才讲的，车拍是需要速度感的，速度感就是要相对的感觉。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镜头，就是特别选的这种。很像高架桥下，像是在一个空间里面移动的感觉。
延续上一支夜光之神的时候，那时候是选用一个隧道的场景去拍摄。那这一次我是选择一个高架桥下，一样的感觉，就是旁边的景物一直往后移动，车子往前，那跟地上的那些指示都能产生出非常大的速度感。这时候呢，我就会搭配1224去拍摄，因为它能营造出那种史诗感，或者说就是很华丽的场景。我觉得就是有别于正常人的视野。特别广，就看起来特别爽。选景就是一个非常好营造出相对感的感觉。你说不定时速50都能拍起来像是100多的感觉。大家看这个画面，你看就是前景有这种树一直在移动，然后车子即使只是定速，我们都看起来好像拍起来像是开很快的感觉，但实际上我们拍摄的时候大概就是50-60。正常速度去拍摄，这样场景选好之后呢，再来就是车拍的运镜。车拍运镜的部分呢，我自己是有一个基本的 SOP， 就是正面、侧面、背面跟远、中、近这6个方向去执行。正面的部分就是像这些画面持续跟随啊，或者说先从左车道开到摄影车后面，再从摄影车超越，就是这些都能营造出非常好的速度感。因为我们起步之后，我们会在中间那一道。然后你就从现在这一道先有一个速度，然后冲上来之后，大概在这个位置慢慢减速之后，再这样超过你们，这样，1、2这样。再来就是侧面的部分，就是拍特写，或者说整个车子定速移动。正常为了加速整个拍摄的流程，我会是双机一起运作，一个是拍广的，一个是拍特写，能缩短整个拍摄的时间。在拍特写的部分，我就会运用到2470这个变焦镜的70端去拍摄，比如说尾翼啊，或者说轮胎啊，或者说车头这种感觉。广的部分就是1224，就是看当下的距离去抓车侧的感觉。这边不得不说，24702代真的是一颗超级无敌轻的最新剧院镜头，有别于1代，真的是非常适合上稳定器，然后做这种车拍的运镜。那1224这个广角镜头就非常适合车子从远处慢慢开近，超越摄影车，一气呵成的这种速度感。大致上，我就会收集这些正面、侧面跟背面的画面，以及这种远、中、近不同镜位的素材。后期呢就会非常方便整体的剪接，好看的车拍影片绝对都是快很准，所以等于说那个瞬间是到位的，我把每一个瞬间全部串在一起，就可以变成一个非常好看的车拍。那这边再跟大家小小介绍一个车拍的小 tips， 有几个镜头呢是用非常搞笑的方式去完成，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幕后花絮，就是再次跟大家演示最简单拍出开到200。如何让车子在静态的时候拍出非常有动态的感觉，就像这个影片里面一样。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用灯光，然后跟你手抖的感觉。因为老实说，就是那种很特的画面，如果你要就是真的用车拍去拍，其实还蛮危险的。我这超像。可是你看10片超屌的，你看10片超屌的。你也要看一下那个10片。这种画面就真的也是像刚才讲的，就是大家用1秒钟就不会有看出任何破绽，然后透过剪接可以去点对车拍跟车拍中间，让整体质感又提升的那种感觉。在拍摄这种静态拍摄动态的感觉的时候呢，最重要不能看出破绽的第一个首选镜头就是351.4，因为它的大光圈可以让整个背景模糊到爆，前景很清楚，哇，这个光在闪，好像移动很快的那种感觉。这种方式我就会去拍摄一些比较象征性的东西，比如说排气管啊，比如说 logo 啊，或者比如是车灯之类的，因为那种东西就是我们没办法非常靠近拍摄。我自己是觉得非常实用啊，因为就是毕竟不是每次拍摄都能剧组出去，我觉得这种就是小团队去尝试完成大剧组的感觉。那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剪辑部分几个重点。那我觉得最重要就是音效跟整体的节奏吧，因为
这一次又有点搞事，在剪接的过程中其实蛮痛苦的，因为就是要处理2个情绪。那第一个情绪就是车拍的情绪，另外一个情绪就是咪菲跟西鹏这边的对手戏，如何让2边达到一个平衡，这个是我在剪接的时候遇到非常大的困难。虽然说原本就已经想好，就是他们2种情绪去穿插，但是在实际拍摄的时候还是有点落差。可能原本想象是一个非常严肃，或者说哇真的演得很真啊，或者说我不是说他们演得不真，是他们多了一些元素，让我觉得这整支片子跟我原本想象不一样，而且我觉得是更好的，因为西鹏真的超级好笑。这我怎么还没来？ OK， 你要看他，你要看他，我要看谁？因为他在不舒服啊。哦，它的部分我觉得增添了这种片子，除了可以酷之外，又可以有一点乐趣在里面。这样剪辑方面就是音效啊，真的是音效超级吃重的。大家可以纯听一下这个影片里面单只有音效的声音是什么样的。我觉得最麻烦就是音效跟情绪的堆叠。整体下来，我觉得最吃重的部分是剪接。虽然说其实前期在拍摄或者说前期在写脚本的时候也很重要，但是因为剪接的部分是前期你想象多少好的剧情，然后拍了多少好的素材，但最后如果在剪接上面炸锅的话，其实前面就都毁了。所以我觉得整体下来就是剪接是整体下面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边，再次感谢 Sony 的肯定，让我有这一次的创作机会，又能再跟姚大他们合作一支酷的影片。那希望大家会喜欢，有什么想要问的，或者说有什么想要切磋的，都可以在留言板下面留言。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支影片，那我们下次见喽。知道了。